大家晚上好。那么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将要学习花蕊的画法。那么花蕊长成什么样子呢？大家有没有见过花蕊呢？我找一本书给大家看看花蕊长成什么样子的啊。来，花蕊像有这一种的，这种是全开式的花蕊啊，比较大。那么这种呢是半包的，这种也是半包的，这是全开的花蕊，这个也是全开的。那么这种全开的花蕊我们就看不见雌蕊，那么这个黄色呢全部叫雄蕊，那么这个也是全部雄蕊。像这种呢，中间这个红色的呢，它是雌蕊啊。那么这个黄色的雄蕊围绕着雌蕊转圈啊。那么这个雌蕊呢有红色的啊，那这个里面这个雌蕊是呈红色的，或者胭脂色都可以，或者我们画的时候用手红画也可以。那么中间就是雌蕊，黄色围一圈呢就是雄蕊。那么里面雌蕊是和花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啊。那么画画的时候呢，我们花头画完了，一般最后都要点上花蕊。花蕊就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啊，能突出这个花的精神。我们总结一下啊，那么这个花蕊呢，分为雌蕊和雄蕊。那么雌蕊位于花的正中间，和花心相连接；雄蕊围绕着雌蕊环绕一株。那么雄蕊呈黄色，与这个花是同步的啊。当这个花是全开的，那么这个花蕊就比较大，由聚而散啊。要是半包的呢，这个花蕊是聚起来的；全开的呢，花蕊就散开了。我们现在调调颜色，这是由太青蓝加藤黄，是这两个颜色啊，太青蓝加藤黄，太青蓝加藤黄调出一个绿色的啊。然后我们还要准备一个盘子，再准备一个盘子呢，调一些藤黄，再加一些太白，搅匀，留着等会儿画这个雄蕊。好，放一边儿。刮一刮，水分有点大啊。那么用这个颜色呢，我们画花心里面的雌蕊。那么雌蕊长得有点像石榴啊，放在这儿。通常我们大家所见到的雌蕊是长什么样子呢？我们通常见到的雌蕊，像画花瓣一样，从中间画一笔，然后左右两边再画一笔，有点像大蒜或者牡丹的花苞啊。那么这是通常是一个雌蕊，这是花心里面的长的雌蕊。那我们再画一个啊，画一个不同角度的，这个是正的啊，我们要画一个侧一点的雌蕊，侧一点的包起来，没有开口的雌蕊，没有开口的雌蕊长得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一般呢，上面还会有4个开了花儿啊，还有个花儿。我们这个花呢，可以用其他颜色来代替啊。一般这上面会有开的花儿啊，雌蕊上面有花儿，这就是雌蕊。这个包起来的啊，这是雌蕊。我们再画一个雌蕊啊。我们先把它的花儿画上，
是这个样子，通常是这个样子，有点像草莓的梗啊。这也是雌蕊，这也是它的花儿，这也是花儿，这就是雌蕊啊。我们再画一个，包起来，像大蒜一样。雌蕊，上面开了这个花儿啊。那么里面包的是什么呢？里面包的是这个雄蕊的这个蕊的籽儿。那么这呢就是雌蕊，有点像石榴啊。这就是雌蕊。雌蕊啊，位于这个花的正中间，形状有点像小石榴啊。这里面是黄色的哈，这就是雌蕊。那我们再调雄蕊啊，雄蕊在哪里呢？我们这个雄蕊就围绕着雌蕊啊，雄蕊就是围绕着雌蕊的。我们画个雄蕊，我们用铜黄加太白画出雄蕊。这个颜色在这个黄色的纸上有点不太明显啊。我们画雄蕊，雄蕊要围绕着雌蕊啊，四株围绕着雌蕊四株转圈儿。那么这个雌蕊呢，在正中间。等它花开始完全差不多要凋谢的时候呢，这个雌蕊会炸开的，里面会有籽儿。那么这一黄色呢是雄蕊，雄蕊用这个颜色不明显，我可以给它换个颜色。我们调一点点胭脂啊，调点胭脂，太青蓝加牡丹红能调出胭脂色。我们现在调个胭脂色来画这个雄蕊。雄蕊经常，头上要尖一点，5个一组啊，一组，多少根儿就可以，10根8根一组也可以啊。我们围绕着这一圈，围绕这个虚线转圈啊，围绕这个虚线转圈。那么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，5根6根的，7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画的时候呢，这个头儿啊要摁下去，这个笔稍微摁下去，然后再拖下来。拖的时候稍微轻一点，往下拖的时候轻一点，先重重的下压，重重的下压提笔，重重的下压提笔。我们通常呢用黄色去代替啊，因为黄色在这个纸上不明显，所以我用这个红色去代替啊。那么这一圈呢就是雄蕊啊。那么雄蕊通常还有这个蕊丝儿啦，一
一根蕊丝对应了一根蕊头啊，一个蕊头对应了一根蕊丝。我们通常会用白色画。如果你遇到这个花头啊比较浅，你就可以蕊丝用深一点的颜色，用胭脂或者是像这种紫红色也可以啊。哎，那么这就是蕊丝。你看，一组一组之间会有一点缝隙，那么这个缝隙不要太大了，尽量的给它延续一下，少几笔给它连贯起来。那么这就是一组一组的蕊丝。那么里面呢，一般就是画这种雌蕊啊。我们现在这个是雄蕊，那么经常即使是雄蕊，它也有透视关系。假如它这个是正的啊，正的，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花头有点侧的，我们画蕊丝的时候要注意啊。假如不知道透视效果，我们可以沿着花头的侧的方向画一个椭圆形，然后我们画蕊丝呢，就在椭圆线上画。重重的压笔，轻轻的提，重重的起笔的时候下压，往下压，往下压，往下压。那么这是一组。那么我们每一组呢，都在这个椭圆线上，这样我们画的透视就不会出错。我一般呢喜欢先定两边的雄蕊，这样我就可以把它的形大概的定下来。重重的啊，像这里，如果你先起笔能轻，下笔重一点也是可以的。像这种起笔轻一点，下笔重一点，这样看有点平均，怎么办呢？稍微有一些大一点，出来一点，出来一点，这样就是一组。那么一般五组哈，1、2、3，这一组还有这一组。那么你手顺的时候呢，我们从起笔的头儿往下扫，起笔下压，起笔下压，往下扫，颜色笔头的颜色要重一点，起笔下压往下扫。一般这左边的这个蕊头呢往右，左边往右倾斜，那么右边呢，往左倾斜。当你发现有一些呢有点齐了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跳出来画几组，跳出来画几组，然后勾一下蕊丝。那么这一组是侧的。通常我们画的时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多少笔一组都可以，就是要形成一组一组的啊。1、2，起笔重提，下压提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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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这个雄蕊画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像花一样往外散开，也可以聚拢。一般当这个花冠全部盛开的时候呢，我们见到这个雄蕊它就是全部盛开的。从外往里扫出这个形态就可以，从外往里。1、2、3，起笔下压，起笔下压，起笔下压。当发现有一些一样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
稍稍的给它破一破，有高低起伏，有大小之分。那么这个呢是往外散开的，如果里面的蕊丝不够长，你可以勾一下，一个蕊头对应的一个蕊丝，看得见的勾，看不见的不勾。那么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是往外散开的这种雄蕊的画法。我们这样画一个啊，还有的是，这一种的啊，散开的，起笔下压啊，起笔下压。先确定两头的，然后再确定中间的。还有的是这样的，从外往内画啊，从由外到内，这个也是由外到内，这个呢是由内到外都可以。这个要用笔要顺畅，不顺畅的时候可以改变一下姿态来画，或者站起来。这是雄蕊的画法，这两边呢，左的往右边偏，右的往左边偏，让它有一个聚拢的感觉。这个是正对着我们的，正对着的。那感觉哪一边呢形儿不对，可以去调整。那我们通常中间呢，这中间就是一个雄蕊啊，中间就是个雄蕊。这中间也有个雄蕊。假如这个雄蕊完全炸开了，它就不是这样的，炸开了它就是另外一种。我们经常见到这个雌蕊完全炸开了，它就掉了，只剩下中间的一个这个花心在这里，只剩下中间的花心。当这个雌蕊全部炸了，它就会掉，然后就剩下中间个花心在。通常我们就在花心上画4个，或者画4个瓣，或者画5笔也可以。如果花头比较大，我们可以画5瓣，画出这种花心。那么有点像梅花啊，5瓣，通常也有6瓣的，就是看你花头大小。这是5瓣的，我们也可以画一个6瓣的。那么这个是里面的雌蕊啊，雌蕊没有完全掉的情况下，这种花没有完全开，半开的，它这个雌蕊就没有掉。那么掉了之后就是形成这个形状的。我们通常呢，掉了之后就成为这个花心了，就露出花心了。我们通常在花心上面呢，勾几条线，显得好看一点。这个勾线呢，用弧形去勾，一个瓣对应的一条线啊，一个瓣对应的一条线，这样就可以。那么通常我们画花心呢，通常我们见到的这个牡丹花完全盛开了，画花心，我们就在这种花心周围画这种雄蕊。一般呢，你看你要画正的，先确定两边的，起笔要重一点，稍微有一点方向感，起笔要重一点，然后往下扫一扫就可以。通常我们用黄色的去画啊，因为我这个纸的底色是黄色，会不太明显，所以我用这个紫红色来画这种雄蕊啊。那么我一般会确定左右的啊。
为什么确定左右？先把大体的方向确定好了就好画了。一组一组的，分5组、6组都可以啊。花头比较大的，你就可以分6组。你看我这里中间呢，中间看画一组大的都可以。这是一组，这3组了，然后这一组，一共5组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在这边来一组，1、2，起笔的时候重一点，丁字头啊，丁字头。那么这个线条你可以有高有矮，有粗有细都可以。如果是黄色，最后你还可以，哪一些头小了，你还可以点一些啊，可以点一些。那么这是这一组花蕊。我们中间这个呢，也可以变成这样的啊，花蕊。像这种呢，这种呢雌蕊啊，雌蕊没有完全炸开。好，这是花蕊部分。没有开放的花蕊长成什么样子呢？首先，下笔，轻轻的点下去，从左往右推笔，左边加一笔，右边加一笔，后面加一笔。因为雌蕊它是像一个蒜头一样，我们再来一个雌蕊，下压，左边来一笔，右边来一笔。还有长成这个样子的，像蒜头儿，再来一个。还有这个样子的。那么有像这种是完全闭合的啊，是包起来的，是包起来的，有点像小石榴或者是蒜头。那么雌蕊没有开的时候就长成这个样子。那么它里面是什么呢？里面是黄色的啊，里面是黄色的，里面是黄色的。等它这个雌蕊这个壳儿啊完全炸开了，被风吹掉了之后呢，里面的花心就露出来了。那么通常这个雌蕊上面还有花啊，还有这个花，还有这种花，是不是有点像小石榴啊？那么这个就有点像小石榴的颜色。所以我们通常呢，这个雌蕊没有盛开的时候，它就是有点像小石榴。那么这也有，像小石榴。没有盛开的时候就这样像小石榴。等它这个花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开放了，那么这个呢，这个绿色的这个苞衣，就是雌蕊的苞衣就完全炸开了，就被风吹掉了。那么里面黄色的花心就露出来了。那么围绕着这个雌蕊外面还有一层雄蕊，我们通常雄蕊用藤黄去画，外面通常会有一层雄蕊啊。我们雄蕊是紧紧的围绕着雌蕊啊，我们可以画一圈雌蕊、雄蕊。那么这个黄色的就是雄蕊，我们可以加点绿色吧，加一点绿色，因为我这个底色呢是黄色的，黄色画上去不显眼，所以我画一点绿色啊，画一点绿色。那么这个呢就是雄蕊，雄蕊大家看得出来吗？这样是一组一组的啊，一组一组的，
那多少比一组呢？无所谓几组啊，几笔，10笔、8笔的都可以。从上丁字头从上往下，从上往下，从上起笔往下压，压出一个丁字头，往下一拖，往下一拖。那么这个呢就是雄蕊啊，雄蕊一般画几组？这根据这个花头的大小，如果花头大，那个雄蕊就多一些，多一些我们就会多画几组。那么这后面的，后面也有可能看不到了，后面也有啊。那么这一组有时候是乱的，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就多画一些，看不见的时候呢，后面就少画一点。像前面你看这个看得见，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雄蕊画大一点。那么雄蕊这样一组要分组画比较好看一点啊。那么它一般下面呢，这是蕊头，下面会有一点丝儿，蕊丝儿，蕊丝儿都通常用白色画啊，会有点蕊丝儿。如果你这个花头是黄色或者是粉色特别亮的颜色，那么用黄色它又不显眼，那我们可以用胭脂色来画这个雄蕊的蕊丝啊。那么这是一组，那么这一圈呢就是雄蕊。我们再画一个啊，我们换个颜色画，我们换个红色来画，紫红色。那么这一圈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一圈啊，这里画一圈，画一圈这个雄蕊。雄蕊通常就是一组一组的，我一般喜欢从左往右，从右往左，先画左右两边了。那么这是一组。为什么要先确定左右两边，把它的大小确定下来，这样画起来就更简单。那怎样画到在一条线上透视不会出错呢？就像我这样，把它想象成有一个椭圆。如果你没有想象成椭圆，有时候你会不轻易之间透视会出错，所以我把它画出来啊。那么画熟了你就不要这个椭圆线了，就是我们画的每一组啊，要在这个线上啊，在这个线上，然后透视就不会出错。那么到底画几组呢？根据我们的视觉效果吧，视觉上能看得多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多画一点。你看这边呢多画一点，后面呢也可以来几组。一般画多少组这个没有关系，花头大多画几组，花头小少画几组就可以，反正不能让它空着。那么这个是它的头儿已经画好，那么下面呢通常会勾一点蕊丝。你像在前面呢，这种蕊丝就比较少，露出来的少。一根蕊丝对应的是一根蕊头，像这个呢也，这个就会露的多一点，露的多一点。画这种蕊丝可以拖长一点，拖长一点，注意透视效果。那么这是一组蕊丝，那么这边还有一些啊。那么画蕊丝的时候，有像这种呢是锯的，画蕊丝有的像内锯，这个也是内锯，这个是锯的。那我们再画一组分散的蕊丝，像外翻的蕊丝啊，外翻也是先给它确定一个椭圆线。将我们画的这每一组呢，在这个线上就可以。像外翻呢是这样的，这样画，这边大一点，小一点，大一点，大大小小的，这是外翻的啊。外翻你要想象成在一个面上，全部翻在一个平面上，这是外翻的蕊丝。这个呢是立起来的，外翻的蕊丝就往外画，像这种要有一点透视啊，往外走。
如果这个花呢全部盛开的比较大，全部露在外面了，那我们这个呢蕊丝呢方向就要有所改变。一般近的地方呢，蕊丝短一点啊，短一点。像这种远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画长一点。然后呢，这里还可以拖一点丝儿出来，拖一点丝儿。那么这个是外翻的蕊丝。我们通常画蕊丝，一组，钉子头往下扫，起笔重一点，往下压一下，压完了接着扫出去，这是一组。起笔压下去，往下一扫，这个扫就是拖出来的啊，往下一扫，往下一扫，这是一组。那画熟了之后，我们就不要这个椭圆线，我们就可以这样一组一组的，从外向内，从外向内，从外向内，一组一组的。一些大的蕊丝，再搭配一些小的，那么每一组之间呢，也要给它画一些小的，让它合上。那么中间就是画雌蕊，那么这一圈是雄蕊，这个也是雄蕊，这个也是雄蕊。当这个雌蕊全部炸开了，这个花心露出来了。那么这个花心呢，花心怎么画呢？花心可以画成这样的都可以。我们一般为了使颜色好看一点，我们都会用3绿或者是3青，画5个瓣，1、2、3、4、5，像梅花一样5个瓣。通常我们就会画成这样的，把它填上就可以。然后，再用这个胭脂把这个花心呢勾个漂亮的线出来，让它更有立体感一点。从中间往外勾成这个样，然后我们在它的周围画一些雄蕊就可以。那么雄蕊一般我们可以分组，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。我们从这里开始画啊，现在就是画的雄蕊，一组一组的画，一组一组。从起笔下压往下扫，起笔下压往下扫，起笔下压往下扫。像这个可以往外翻，往外翻。那么这个蕊头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啊，有长有短，都可以。那么你看，像这组和这组这区间有个缝隙，不要空着，我们可以再少几笔，让它连，尽量让它连起来，不要空。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蕊头了大小一致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再点一些啊，点个层次出来。比如说这一全是黄的，我们再加点太白，上面点一些白的，这样花蕊呢，它也会有一些层次感。那么这个就是花蕊啊，雄色花蕊。那么通过这些花蕊的画法，大家下面多练习一下啊。这个花蕊非常重要，是画龙点睛之处啊，可以点出这个花的精神。那么这个花蕊呢，分为雌蕊、雄蕊。那么这个是雄蕊，紧紧的围绕着雌蕊，雌蕊在中间与花心连接。当这个雌蕊呢，这个绿色的完全炸开了，那么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啊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们在它的周围画出雄蕊。那么雄蕊通常由棕黄色、藤黄加太白勾出5组
无主的雄蕊。那么有这种聚拢的，像内聚，还有像这种散开的，还有这种是散开的雄蕊、雌蕊，有聚有散，散开的，从中间向外，就是从中间向外发射，像这样的，从中间向外发射，这是散开的啊。那么聚的呢，聚拢的，聚的就是全部往里窝，这叫聚拢，往里聚，往里聚就是要包起来的意思啊，就是往里聚。这个就是聚的，这个也是聚的，这个也是聚的，这两个是散的，还有这个也是散开的。散开的这个尽量呢从中心往四周呈散发射状的，这就是散开的。那么我们画的时候，根据我们花头的大小，花头是包起来的，那我们花心呢就用这种聚的啊，聚拢的花蕊都是聚拢的。当这个花完全盛开了，向外展开很大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画这种散的啊，画这种散的。那么这一节课呢就是讲这个花蕊啊，大家下面多加练习一下，肯定能越画越好啊。也感谢大家学习碧蓝牡丹。我希望在画画的道路上呢，我们相互学习啊，相互借鉴。那这节课呢就到此为止啊，感谢大家。